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央八热议，白敬亭、王志文主演《风华正茂之刑警时刻》，源于崔道植真实经历，冲击刑侦剧巅峰。央八要上新戏，这次不是青春偶像，不是婆媳撕扯，而是一部冲着刑侦剧天花板去的《风华正茂之刑警时刻》。信息简单粗暴一点，平台是央视8套，题材是真人真事改编，原型是拿过7·1勋章的很简传奇崔道植，主演阵容是王志文加白敬亭，再加孙千、蓝盈莹、阿如那等一整排演技派。你会发现，这个组合本身就说明了片方的态度，不玩流量数字游戏，直接把刑侦剧4个字往硬核上靠。很多人一听到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这2个关键词，第一反应是悬疑感有保障。但这部剧的野心，参考他选取的案源，就已经写在明面上了。刑警时刻之风华正茂从10余起曾经轰动全国的大案中取材，比如90年代的鹤岗特大武装抢劫案，跨度多年的白银连环杀人案。这些名字只要提出来，年纪稍长一点的观众都会有画面感，那可不是编剧拍脑袋虚构出来的高智商犯罪，而是当年占据报纸头版，让一整代人心里发紧的真实案件。用这些案件做骨架，剧集自带一种虚构作品很难复制的沉重感和冲击力。再看阵容，王志文饰演的郑道成是很检专家，也是整部剧的定海神针。原型对应的就是中国刑侦界那位传奇痕迹学家崔道植，一个靠指纹、足迹、弹道分析把一桩桩悬案啃下来的老功臣。王志文往那一站，那种沉稳、专业、洞悉一切的气场就跟角色天然贴合。他不用一堆堆台词去解释我有多牛，只要一个看显微镜时的眼神，手指在指纹卡上轻轻一顿，你就能信他真的是那个让痕迹说话的人。剧里有一句话点出了这层气质，痕迹永远不会说谎。对郑道成这代刑警来说，这不仅是工作方法，也是信仰。跟他对位的是白敬亭的任江川，一个标准的热血菜鸟刑警开局。白敬亭不是第一次穿警服了，但这次的质感比他之前偏偶像向的警察角色更掉粉，不是掉粉丝，是掉滤镜。角色前期破案靠冲动，脾气急，方法莽，脸上永远干净的字儿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灰尘、汗水和熬夜后的血丝。随着故事推进，他一边被师傅的笨功夫磨，学会细致观察，一边通过案件再理解什么叫坚守。这条成长线如果演不好，很容易落入套路。但白敬亭这次刻意把偶像包袱放在一边，从一个会冲的年轻人慢慢长成一个会看的刑警，这个过程本身就对很多只看脸的观众提出了新的审美要求。女角色这边配置也很讲究，孙千演的是技术法医，那种冷静、专业、不太说废话的性格，正好构成技术线的另一条支柱。蓝盈莹则负责行动派女警，飒爽、果断，有点硬，有点冲。阿如那等一批演员则把群像这2个字撑起来。你会发现这套阵容没有任何强行塞流量的痕迹，每个人都是往角色贴着来的，看着就很舒服，不是那种这是谁谁谁的新剧，而是这是一群刑警的故事。说到刑警，这剧最有意思的是，他没有把视角停在今天动不动就大数据、人脸识别、DNA 数据库的时代，而是刻意把时间轴拉回到技术相对落后的90年代到2010年前后。那时候破案基本是靠人，不是靠机，靠一双脚板，一家一户的敲门走访，几百户上门，鞋底摸穿是常态，靠一双手在又脏又臭的垃圾堆里翻找几个小时，就为了从一堆废弃物里抠出一点关键证据。
靠一股我不信你能逃得将劲，在零下20度的雪地里蹲守一夜。没有剧里常见的那种主演灵光一现一句话破解全案的戏剧化，而是那种一点点抠、一点点排、一点点比对的笨功夫。这也是刑警时刻之风华正茂想拍出来的东西。技术落后的年代，刑警怎么在有限条件下把案子啃下来？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部刑侦技术史的可视化，从指纹比对、手绘画像，到后来 DNA 技术的突破，每一步进步都不是靠天才一闪而就，而是整整一代人的试错与积累。而剧集的结构用了一个非常适配这个主题的方式，通过一个个单元案展开。每一个案子有自己的完整叙事和情绪落点，但主线始终围绕两代刑警的传承。这条传承线非常关键。老刑警代表的是那一代人的坚守和经验，他们习惯用身体去感受现场，用经验去判断嫌疑，用耐心去耗出真相。新刑警代表的是新技术、新理念和新视野，他们更懂科学手段，也更习惯质疑老办法。剧集要拍的就是这两种力量如何在一个个困境里交汇。老一辈不只是传帮带，而是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告诉年轻人，什么叫背后是百姓，肩上是责任。年轻一代也不是简单接班，而是在一个又一个大案重案里，学会把热血落到程序和细节上。但如果刑警时刻只停在破案爽剧的层面，那它最多就是一部优秀的行业剧。而参考他所选的时代跨度，从90年代一路走到2010年左右，你会发现他想干的是更大的一件事，通过破案拍出一个时代的变迁。90年代还是那种信息闭塞、交通不便、通讯落后的环境，嫌疑人一旦跑出本地，追捕难度成倍放大。到了2000年前后，手机普及，监控系统逐渐铺开，刑侦技术在短时间内经历了飞跃。在接近2001时 ，DNA、数据库、大范围检索这些现在被我们习以为常的手段开始进入一线办案流程。这些技术点的变化对剧里这些年轻刑警的人生轨迹影响极大，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献给的，并不是一个自带镁光灯的舞台，而是社会最需要，同时也是最看不见的角落。他们不是所谓有主角光环的超人，他们也会疲惫，会沮丧。破案受阻的时候会想打退堂鼓，家里人不理解的时候会想要不算了。但当他们穿上那身警服之后，他们就必须往前走，因为背后是被害人的家属，是整座城市的安全感，是那些看不见的期待。剧里那句话其实很多人都听过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但在刑警时刻之风华正茂里，这句话被具体化成了一个个镜头。有人在夜里守着案卷，翻看一遍又一遍；有人在冰天雪地里蹲守几夜；有人为了一个不起眼的痕迹，反复比对到眼睛发红。你会突然意识到，我们平常觉得很平凡的日子，其实是站在这些人默默负重的肩膀上的。这种把大道理拆成小细节给你看的做法，比一大段喊口号有力度得多。再把视角拉回现实一点，你会发现这类剧其实在市场上一直不缺话题。一方面，观众天然对刑侦题材有兴趣，扑朔迷离的案情，步步紧逼的逻辑推演，是天然的爽点。另一方面，这几年一波又一波刑侦悬疑剧，确实让不少人产生了审美疲劳。要么逻辑崩塌，要么悬疑壳子里塞爱情内核，要么借真实改编的名义疯狂加戏。而刑警时刻之风华正茂这次把重心摆得很清楚，不靠猎奇，不靠花里胡哨的镜头，靠的是真实感和时代感。这种真实感来自他选案的标准，来自他对痕迹技术的呈现，也来自他对笨功夫的尊重。时代感
则来自他对90年代到2010年那一代年轻刑警的描摹。他们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流量，也没有社交媒体的放大器，他们大部分时间的状态是在暗夜里奔波，在资料堆里埋头，在群众的怀疑和感谢之间来回摇摆。你要说这部剧是不是完美，现在还没播，谁也不敢打包票，但从素材和设定来看，它确实有资格被提前放进有望成为刑侦剧天花板的那一档。所以问题就回到最简单的那一句，你打开电视，想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吗？央视8套已经把板凳搭好了，风华正茂之刑警时刻准备上桌。王志文和白敬亭这对师徒组合，一个代表经验和信仰，一个代表热血和成长，在一桩桩真实案件里碰撞出什么火花，值不值得你把时间腾出来看看？我个人是已经把板凳搬好，等着播出了。至于你，评论区就留一句，你最期待他们在哪个案件里携手出击？